其实他们中间有一些故事，我觉得就是宇哥锦上添花唱早了。就其实因为那个韵其实是 Melo 压的，所以我还挺想看他们两个打一下。那今年我挡回来呗，CP记住兄弟，仁至义尽，我已经燃尽了，我今年亲自去帮你挡回来。挺有戏剧冲突性的，我反正挺期待看到的。这么多年过去了，不知道哥哥们还有没有这个心结呀？第一轮就得这么玩。江湖恩怨何时了？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摆出来给大家看，我觉得这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最好方式。他害羞了。对，就觉得第几次了还来？我不是第一次来吗？话是这么说。既然来了巅峰对决，我觉得以前的不管是恩怨呀，还是牵扯啊，什么都其实无所谓，我只挑强的打，因为你击败过 CP， 能击败我兄弟的是个强者，我认可你，希望能好好在舞台上面切磋一下。因为你也是第一次来巅峰嘛，大家都说我不带新人，我今天好好带个新人。我只能说宇哥，虽然你在巅峰区，但是遇到我，你才是挑战者。哦，这是办，这是办。那就请两位即刻出发，前往舞台。是。Let's go。他的音乐风格在这个赛道里面没有太多优势，我希望他有点惊喜的东西，因为在这里的话，他比的是舞台。他是一个很强劲的对手，包括 C Block、G Block 的存在，对我们 CDC 成都集团来说都是一个亦敌友的存在。虽然我们曾经有一些恩怨，但是对我来说，如果没有这一帮人的存在，我们就没有进步的动力。那我不挑他挑谁呢？没人敢挑他，那只有我来。接下来有请本轮对决的双方上台。啷个说哥，再把你来拱火，拱不到火呀。其实我觉得 Melo 跟盛宇的话，就算是像他，我觉得应该不是属于那种针锋相对的。对头，应该就属于用音乐交流一下，我觉得。但是那个也很好看的，也有话题度啊。让我们有请到华语顶尖说唱团体 Hi Brothers 成员崩怪老师傅 Melo。天玩巨星0731打伞人盛宇 ，Let's go！ 他们穿的好搭呀。第二组，我们就迎来了两位老朋友，来，赛事组的朋友，这个肯定是大家很想看的，对吧？那么 Melo 作为攀登组，那 Melo 先说一下嘛。这句话不只是对我说，也是对所有攀登组的兄弟说的。我们既然身为攀登组，那我必须跨过我身前这个大山，我必须跨过去才能看到更美好的世界。而且要挑就挑最强的打，所以我挑选了宇哥。一般大山呢，它的海拔比较高，空气又稀薄，希望结果出来之后，你还能畅快的呼吸。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屏住呼吸，有请到 Melo。加油加油！我想说一句，就是 hiphop 是送给我们街头穷孩子的礼物。它可能是个画板，它可能是个球鞋，但是对我来说，它是一支能改变我生活的神笔。它能让我绘画出我想要的蓝图，帮助我走出我曾经的困境，让我在陷入泥沼的时候找到我自己。所以这首歌，我也希望在场每一个观众都能在人生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神笔。这首歌《神笔马良》。加油加油！你紧张不？紧张啊，紧张啊！
Messiah， 不爱说话，所以走的都是最后一排。老师说上自习课，我在下面睡了起来。我身边都是咸猪生，还有避暑女孩。在任何小说，我都是那个脆弱题材。他们三五成群，再一次把我逼入角落。看我把脏兮兮的外套还有帽子脱了。他们扯起把我自卑倒进河里，还说谁会在操场上面捡矿泉水瓶还有包子壳壳。放学路上，我感叹自己最爽了。在河边找书包的过程，我也没想过。我见到一支普通的笔，却从没料到它让我的未来翻脸覆地变得更广阔。关上房门，我仔细端详这支铅笔，把不能诉说的委屈都放在纸上编辑。文字仿佛有魔力，让我日行千里。毕竟同龄人的快乐我没办法参与。第一行写，我有全班最好的学习；第二行写，同学间能一起解题；第三行写，我放学能够坐在车里；第四行、第五行写，我想要更多爱。我一直写，把愤怒放在纸上一直写，把不甘心太平庸放在纸上一直写，把懦弱不敢反抗放在纸上一直写。再次踏入教室，居然拿到那张优优成绩。老师喊我坐第一排才能够展现能力。欺负我的同学现在找我请教成语，那支笔和我的梦一样都够神奇。学校门口爸爸接我开的奔驰车，周围人看我眼神羡慕很多等着去。长久的心病原来是能够被根治的，我捏了自己的脸，确保这一切是真实的。不再住平房，高楼里面灯火通明，更多的选择才能换来更多公平。周围越多的浮躁，越能够结承诺聪明。只要有笔，就能摆露任何窘境。关上房门，我欲望变得无比灿烂。平静的海平面上，苹果开始筑起帆船。文字仿佛有魔力，让我足以钻研。成功的道路上，我已经变得不拘简限。第一行写，更好的车子，更大的房；第二行写，更多的朋友，更大的床；第三行写，体面的工作更加的忙；第四行、第五行写，我想要更多爱。我一直写，把快乐放在纸上一直写，把最光明的未来放在纸上一直写，把自信散发光芒放在纸上一直写。刷流落地，有一场演出回到家把我的房门锁起。凌晨安静的 studio 里面继续创作歌曲，沸腾的血在燃烧像是火炬。我十分清楚现在的生活不用再逃离或者躲避，以前在纸上写的愿望变成日常，从飘地方来的乡巴佬现在变得时尚。我突然明白原来想要飞翔，就只能把自己的汗水还要努力变成翅膀。捡来的铅笔沾满灰尘丢在桌子，贫穷和不堪的过去恍惚间好像他们都在昨日。昂贵的衣服，闪亮的珠宝挂在脖子，通往成功的闸门已经被我抓住钥匙。我站上舞台，面对着无数聚光灯时，我再也不用靠外在的一切虚张声势，我再也不用声嘶力竭去和他们争执，我再也不用靠想象的神笔抵抗真实。第一行写，要永远相信我能做到；第二行写，保持谦卑拒绝浮躁；第三行写，要脚踏实地完成目标；第四行、第五行写，我感谢那些年我一直写，像一切从未发生一直写，像那支笔能实现愿望那样一直写，像那支笔能真正存在过的我一直写，我一直写。Messiah， 神笔马良 ，For you, for me, for everybody, CDC。有心了，有心了，有心了！好啊，好啊，歌词写太好了，他情绪渲染的很。这一趴说唱技巧在我之上。哇，他这首歌好强，他好强。因为麦洛歌词直接就打到我内心了，因为我们的身份都是说唱歌手，一下戳中我了。我当时就有一种深刻的体会，就是为什么这个歌不是我写出来的。我很喜欢 Melo 哥这首歌里面的第一行写什么，第二行写什么，然后他每一段 hook 都会变，他每一段的 hook 都不一样，是一个递进式的，我觉得很棒。拿这样的风格出来打比赛也太吃亏了吧？我觉得 Melo 的选曲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MP3 作品，耳机音乐。但是我觉得在演唱的情绪上，其实是可以有变化的。我觉得在一个非常平的伴奏，其实更善于发挥你情绪的高低声腔。我觉得 Melo 在这方面可能还是欠缺一些经验。我觉得那不是一个属于说唱巅峰对决的舞台，因为这里它需要一个精度，哪怕你是很走心的歌，你要不然就把歌词突出来，要不然是有一个
渐进的一个情绪的转变。因为如果大家在现场替你唱一首歌，跟在耳机里是一模一样的话，那我就不需要来现场排队，甚至为你买门票。接下来双方交换舞台。Let's go, let's go。叫你们去长沙话，说你要我改咯，跟我说你要我改咯。这期的主题，我的 hiphop 没那么多别的，就是爽。太凶了，来了。我的选歌是针对所有来跳舞的人的，所以不管是谁，第一场我都是要赢的。来了。微电影啊。喊高就要高，你敢跑就赶紧跑，战吵要出跟我喊高就要高，别以为我不知道，别假装你不想要，跟我怎么剪都吵，你喊到就要到。你要我干咯，我问你要我干咯，你要我干咯，我问你要我干咯，你要我干咯，我问你要我干咯，你要我干咯。Yeah。还吵什么吵？第8C一边嚣张一边竞标，一半一半过得去，一半一半哦边角料，快笑岔气了。看资历实力全都比你高，比产业比营收，你简直是不值一毛。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我知道谁要挑我，赤手空拳，想硬碰到墙。不是关系不好，也不是地气不牢，是因为你的段位就算输了也很大。My man， 你不会懂我来的多不情愿，停业1个多月，同时逼我营业。明面上说这些，别怪我不留情面，我唯一留的就是打你需要那点赢面。给我抽，这游戏根本就不用什么解说员，我一开口就 game over 了，再宣布结果前，跳个舞啊，后空翻啊，大不了膝盖冲个前。大夏天的我那是不忍心靠行业冬个眠。嘿，你要我干咯，我问。哎，你要我干咯，我问。哎，你要我干咯，我问。是要搞不？看到你刚刚的表现真的差点意思。哎，旁边 Ranger， 让开一点，其他的人碰一碰的，让我看到。不成风，变沉默，陪你在这游戏存活。先从增量市场，再回存量市场里争夺。黑怕不怕黑，黑板写着细致沉着。黑化挥发干掉你们，再立地成佛。把它搞成把水搅浑，看水至清者无鱼，辫子看好人和小人，人选或天选论。这么高级的商业思维，你听不懂也罢。嘴巴翘起的像你编，你听不懂也怕。在一团和气，这个游戏的彻底没意思，直接跑偏了。这个地方狼多肉少，吃的够饱，但该先就先了。关了电不电烽火了20年，干脆直接发癫吧。我什么都做得出来，就不可能让你把鼻子牵着。圣经的第一步，是了这块遮羞布，不想大家不和睦嘛 ？I'm sorry， 不得不，不然都白来了。说白了，谁来搭台的？去年就洗牌了，今年我是来发牌的。哎，投降输一半 ，Everybody get low， 当我数到3。1 2 1 2 3 let's go。我问，哎，你要我干咯？哎，你要我干咯？你要我干咯？我问。珍惜每一个舞台，有效参赛。Everybody put your hands up。Everybody clap。唐伯虎听我 freestyle 都想拿起麦克，真能跟我 freestyle 的只有 AR 和艾瑞，看看谁是帅的。一目了然谁是菜的，那些自媒体和公众号有时候怪怪的。从芒果台到爱奇艺也搭了几个台子 ，I'm bipolar， 帽子帮也办了几个牌子。我成绩不好，但在街头也是个才子，给我制造点噪音，所有爱黑怕的孩子。我看过流星划破天空，但没见过圣诞老人爬错烟囱。从07年开始，我就是说唱圈先锋，只要有我在的地方才能叫做巅峰。有多少当年一起做的，现在还能在这？有多少说唱启蒙，你现在依然爱着？被氧化的 Air Force 依然坚挺的耐克，哪怕要赔钱也 my drop， 这让我感到快乐。
凶狠啊，太凶狠了。听这儿了，很凶哎。我发现上过巅峰的巅峰 rapper 们，对于舞台表演的每一个细节都会兼顾到。宇哥的舞台特别丰富，前面有 MV， 有唱有跳有演有走位，有各种各样的互动，让人目不暇接。就真的他的舞台就很适合综艺，像这种竞技性的东西，啊，确实就整个感染力就会很强。有请 Melo 回到我们的舞台中心。接下来就是各位投票的时间了，2选1，20秒倒计时，投票开始。我弃票，我不选，投没了，我不选。2个舞台各有千秋，但是呢，2首歌都有一些小问题，不知道怎么选，我就弃票了。弃票我比不了，不是一个维度的东西很难去选择。就像一个咸口的西红柿炒鸡蛋跟甜口的西红柿炒鸡蛋，你是怎么比的那样？我投给了 Melo， 因为我觉得 Melo 用最干净的 beat， 然后还有他标志性的 top flow， 表达出来一个舞台效果是非常纯净的。他用几段 verse， 然后用我一直写这个，构架起了一个非常完整的概念。他的声音跟音色还有歌词都非常贴合，既有故事性又有内容性。我把票投给了盛宇老师。盛宇对于舞台的掌控能力，还有对于现场气氛的渲染，依旧是处于一流的水平。盛宇，他的变化更加多样，他的这场表演很完整，最后的阿卡贝拉给的 punchline 也很足。他这个舞台设计的是非常好的，前面的幕布设计，然后包括后面的整体的伴舞，就给我们很震撼的效果。他有提到就是去年的那个主题洗牌和发牌，所以说就是他能 cue 到很多点，能让我们很燃。投票结束，真的是很难的一个选择，对我来说，因为 Melo 哥首先是讲了一个他自己的一个故事，当然盛宇哥的这首歌整个现场，包括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适合比赛的一首歌曲，所以整体下来给到我的一个感受就是。手心手背都是肉，我很难选，我真的很难选。但是两边的发挥都没有问题，都是很好的发挥。哥，你咋觉得？我有一个点就是，说唱也是代表城市这个点，就像足球队一样，对吧？如果说是成都蓉城，他不管输赢，但是我都会支持成都蓉城，真的是这个道理。但是如果两位跟我完全没有关系的话，我也会觉得是很难选择。但是如果就今天的舞台的展现而言的话，2个歌是2个维度的东西。Melo 是更多聚焦于自己的故事，用文字去勾勒出整个过程。然后盛宇是通过描写这个圈里面的事情。虽然说这首歌表面上听起来是个很炸的歌，但是我仔细看了歌词，里面是有那种说唱。我们最开始为说唱热情的地方，就是那种反叛性的东西。所以我真的觉得这2个对于我来说都是很优秀的舞台。接下来我们的好友，就2位选手的2个舞台都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自己音乐熟悉领域里的一个作品，然后也完成度都是很高的，但是似乎好像没有带来更让大家期待和新颖的东西。相较之下，Melo老师至少在作词方面用一个神秘马良的意象，象征化的去写一个自己的成长，算是一点创新。但是这种传统崩败描写自己的成长，似乎也是每一个 rapper 都会有这么一首歌。我小的时候听的时候会经常被感动，但现在听到了以后，也不是说写的不好，可能就是听太多了，感触就没有那么多了啊。我觉得2个舞台都没达到我预期。该来了，还是来了，够锐的。
Mellow 的问题在于，我们很难在你的唱的过程中感觉和文本共同往前进行的那种情感动态，唱的还是相对偏平。我会觉得，如果这首歌同样的录音可能放在耳机里面会很好听，会很感人，但我不觉得这个舞台是我看过你最好的舞台。盛宇这个舞台在我看就更严重一点问题，我觉得有点无聊。什么意思啊？就是到了第10年，一个说唱歌手在舞台上展示自己的成功和厉害。盛宇，你不是像 Top Berry 一样初出茅庐的孩子了。我能够接受一个19岁的人这么唱，我不太能接受一个像你这样资历的人还去讲这些故事，因为我觉得至少是你打动不了我。你在这歌里面唱的东西很多我也有啊，这不就是一个奋斗成功有了名儿的这么一故事吗？我觉得很普通。我刚刚有个生气了。然后你在这舞台上很炸，没问题，但是从我的角度来讲，我不会觉得它感动我。哎，老师，首先你再仔细阅读一下我的歌词。我说的不是我现在奋斗如何有钱，我已经拿过2届巅峰对决的最热单歌曲了。我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我就是想把自己的难度逐渐加高。我为什么要花9天比赛9天前我写这首歌？我就是不想唱老歌，我要把我的难度加到无限高。我不是来打歌的，我要看我自己的极限到哪里。包括后面我也跟艾热单挑一下。那你不如昨天写，难度更高。没想到这么早就来了，这哥们抬杠呢。对啊，抬杠就没意思了。我跟你说，带了一个负责任的心态，昨天写我就没办法给你一个完整的。刚刚你的评价起码有一个炸我都做不到了。你可以一字一句逐句的拆开看我的歌词的内容里面写的是这个行业需要大家不要一团和气，而是把自己的狼性拿出来。因为一个节目它如果能越来越好，我觉得我们大家的饭才会越吃越香。但是在我看，整个巅峰10年的过程中不缺 beef 呀，不缺狼性啊。我说的不是 beef， 你还是没看懂歌词没？真的可以再看一下。这，我们不说歌词，我们说。那你说什么呢？刚刚你说我的歌词表达是那个内容。你听我说。打起来了，打起来了。OK。但是我觉得说唱圈10年以前的观感，这个圈子里不是一团和气啊，有各种各样的 beef 呀。描写的手段是不一样的。中文说唱史上前3的 diss 我有2首，这就是水平。Man， 为什么你 get 不到我的歌词？我想告诉你，这首歌我写的很隐晦，我不是用来打 mellow 的，我说实话。但是你没有读懂它，所以你妄自揣测我的歌词表达的意思。太狠了！不该有那些环节，那是巅峰。2个人说的不是一个东西，但其实2个人代表的是一个不同的群体。我是觉得可以私底下咱们再去慢慢又探讨这个事情了，因为毕竟2个人站的那个位置不一样，包括分析这个过程也会有出入，对不对？缓口气，我们先看一下投票结果怎么样。对，我们也谢谢我们的说唱好友，我们进行了一些友好的讨论。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票数的情况到底是如何呢？各位，我们请看大屏幕。我觉得毫无悬念。让我们恭喜盛宇获胜，守住了属于自己的巅峰 rapper 的链子。
有请盛宇前往到巅峰区。无聊就无聊呗。咱们该当赢。我也被骂了，未来都被骂。不服气，很不服气。我要是服气的话，我就不会来巅峰对决选盛宇了，对吧？对，每个人自己的说法，对吧？